那先讲一下为什么，我要选市长。那老实说呢，就是我其实有这个念头，已经就是非常久了，大概4年前我就有这个的想法了。但是呢，那时候我还不够实力，原因是我其实对台湾的这个选举都是老一辈的人出来选，其实已经很不耐烦了，并不是说老一辈的人不好还是怎么样，是我觉得这世界变化的太快，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竞争，然后对世界上真正的这个竞争，我们上一辈的人缺乏对这件事情深刻的这个了解，然而比较牛逼的前辈他们又忙着在外面打，所以我就想说我到底可以帮什么呢？那当初呢，就是柯文哲出来选的时候，我也想要帮他，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很深远的目光。我并不是说他的目光短浅，只是我觉得他的目光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的这个深，因为台北市是一个世界级的这个城市，我们如何要让这个市我们要让这个市的城市要有竞争力，你是必须要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而且我们可以怎么样接到这个轨迹，而不是在这边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边省了多少钱，我们弄了多少钱。作为一个市长，必须要对所有的市民带来价值，但我并不觉得当今现在大家在辩论的格局有做到这一点。那我自己是一个科技的创业人，我一直在心里想说，我之前也在台北市创业，我就会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说，从我5年前来说，第一次创业，我感觉到就是我们做这件事情是这城市，然后这整个政府对年轻人创业是非常不友善的，你不知道哪边拿得到的这些资源，然后呢，整个生态圈也没有起来，然后我的前辈，我的同学，然后我的后辈都感觉到非常的这个绝望。但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可能没有钱，没有势力，我必须要我只有这些想法，还有我的执行力。虽然大家每次我讲一些我觉得有可能说的事情，然后大家都觉得是狂话跟干话，但我最后都做到，但是没有人相信我，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就是没有钱，没有势力，你有脑袋没有用的。那我觉得到了今年我觉得有一点机会了吧，而且特别是就是这2年就是区块链很好的这个机会，这2年是很好的台湾的这个是一个世界很好的这个区块链年。其实区块链与其说它是科技，我觉得比较像是用科技演化包装，就是演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手段。那这个风口转瞬一件可能就会过了。但是台湾其实处在一个很好的这个区域里面，就是它周遭的是区块链大国，可能他们正在做 regulation， 或是他们正在严密的这些管制什么之类的，可能甚至这件事情很不 friendly。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说，虽然在这当中很多比如说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它还是蕴藏着很多的机会，因为它等于用区块链世界区块链世界等于用现代科技手段重新点150年。那台湾已经失去了非常多的这个机会，包括以前什么亚太转运中心啊，说你现在说什么亚洲矽谷啊，什么南向政策，这都不是 point， 因为重点在于我们要如何吃到这世界的这个大的市场，而且还要如何积极参与国际间的这个发生，参与国际间的机会，让世界愿意来我们作为这一个 hub 创造着新机会。我认为这才是台北市长要做的事情，台北市长要带给选民抱着这个承诺。这是我看了一轮，没有人，我去跟他们沟通，没有人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是说真的 literally 没有人，因为他们都是在担心，就说我今天可能晚上要去跑选举，然后说你讲的太复杂，我听不懂。这不是太复杂的问题，这是现在世界上在发生的事情，这不是太复杂。很多人认为我太先进，或是讲一些科学的，这是太久的事情，不是，这是世界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没办法跟这个接轨呢？因为这10年、15年。整个科技社会跟着科技带动整个社会在前进，那你要是没有这些活络的mindset， 然后你要是就是比较锁国的话，你很可能就不知道外面正在做
什么样的这个事情？那现在这个科技演化，现在几乎进入了一个科技演化的这个加速的这个世界。那我并不觉得现在的现在的政治人物能理解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挑战。那我看来看去，就实在没有人了。因为我受不了，我去跟政治人物讲，他说好，你这个有点难，我回去研究看看就没有下文了，或者是说啊，你讲的这个东西不是 issue， 因为不会有助于这个选票，所以我不做。那你想说我要支持，我作为一个业者，我要支持，我也不知道支持谁。那等他们了解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我就想说，那 why not？ 为什么不是我呢？我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我看得懂，我也做了，我的执行力够好，我也够我今年也算赚了一点钱，我应该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不做看看呢？我知道我出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就是笑我，或是嘲笑我，或是说把我拿我过去的是别人霸凌我的，是抹黑我的那再讲一遍。那so what？是总要有人做这件事情，你总不能期待天上就有人掉下来救你吧？你不喜欢这个社会，你应该自己出来改变啊。那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社会这个样子，那我就应该出来改变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我想要出来选的原因。这个念头我在我4年前就有，我4年前还写过一篇文章，我希望台北市市长能够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他可以帮我们带哪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下这个决定。那虽然当人家会觉得我很狂，或是我觉得我会选好玩的，然后或者是说作秀 whatever， 大家要讲去讲，但起码我愿意出来干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年底投我票，谢谢。by the way， 今年的那个市长的选举的登记的第一天是8月27号，是我35岁的生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巧合吧。那我觉得也蛮开心的，第一天竟然是登记的第一天是我生日。今天晚上要讲的就讲到这边还好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剪掉的。好，现在开始开放这个口音。我看一下。有人选新北，问我为什么不会选新北？我为什么要选新北？要选就选台北市啊，首都改变才会有指标上面的这个意义啊。为什么我要去选新北市市长？我问为什么？我觉得两边的首长都一样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你以为跟 IOTA 签约就好棒棒吗？就是你要做的是对区块链金融这些政策。这些对科技 friendly 的政策，而不是说上了一个 investor 台北就好像有做事情一样。我看不懂这是干什么，我看不懂这是上干什么。我们不应该是因为政治人物有一点点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就沾自喜，是真的要做出改变，真的要做出 movement， 真的要让大家有钱起来。台北市大家郁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了赚钱的没有赚钱的机会，这是我们失去的荣光。我们要在这一年就把它拿回来，而不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赔 Pre-Save 牌 ？Pre-Save 牌要很简单，我可以去选其他地方。如果我只是要讲话，我们要 make movement 的话，我觉得做人不能永远打这些 Save 牌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I don't want，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会建议我要去选新北市长。没什么意义嘛。下一个问题，我看一下。下一个说，因为我的对手是柯 P， 他也有一定的这些支持，那 so what，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些支持啊。拜托50岁以下都投我，50岁以上可以去投柯 P， 因为我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我讲的可能大家也不了解，这是现在的什么挑战，然后请给年轻的一个人希望。你要想啊，我35岁，我是创业过好几
次，然后每次创业没有拿 VC 的钱，然后 self bootstrap， 然后也曾经创业成功2-3次出场，然后自己也开区块链交易所也都赚得到钱，然后呢我是 entrepreneur， 我是10年以上的这个经历的这个 developer， 然后我也是女性的市长，全世界没有首都市长是具备这样的身份 ，Why not？ 为什么不选？我了解每个创业家的就是痛苦，还有业者会面临到这个挑战，我也知道怎么样 make friendly 的 law， 我也知道怎么样游戏规则对大家是最好的。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的人，怎么有办法制定对大家多好的规则？怎么样最有效率？我对业界大家最赞叹的就是我的执行的效率。我知道每一步，我知道定什么样的规则最好，怎么样协作最有效率。我知道世界上发生的现在最前端的事情，我可以让一般的人用，大家看到我的懒人包，我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事情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解释给各位听。我觉得没有理由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我去说服其他人帮我做这件事情太晚了。我觉得如果不趁我有生之年，趁我还有时间的时候，趁这个机会窗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去做，那活着人生活着干嘛？是吧？每个人都劝我说，先选立委啊，先选议员啊，先选新北市长啊，这个太安全了吧？这个安全牌，他不会 make next big thing 的。我觉得人就是要有梦想才会伟大，不是吗？我们是海岛国家，怎么大家都跟这个都 preserve 牌，你不会达成你想要的事情了，你不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目标了。每次大家都觉得我很狂，每次大家都觉得我讲干话，我哪一件事情我说我要1000个 developer， 我做到了。很多人老是觉得我讲干话，讲一些做不到的事情，我每一次说的我都做到了。对于只能接受955的公务人员，你要怎么样 drive 他？很简单啊，他们其实不是想要955，然后955他们是想要，有些人他是想要成就感，但现在的工作没有挑战，也没有成就感，所以一部分人真的是不愿意就是前进，有一部分人是被迫不能前进，那有一部分人是不想前进，那不想前进的去做不需要前进的事情，那是要前进的人就让他们去做前进的事情，而不是把它混在一起去做啊。下一个是说，楼上不是只靠拼经济，但拼经济才是最重要，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不是吗？你没有了经济，没有了钱，还完债并不会让你做更大的梦，不是吗？选上要不要也挑战骑脚踏车到屏东？骑脚踏车现在也挖矿，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这个 idea。这个做这件事情可以推动市政进步吗？你觉得也许可能很潮，但我这个人非常 practical， 我要做的事情都是要为了大局而推进。我不做这些作秀的事情。如何面对台湾政治爱用意识形态的攻击？我觉得如果你喜欢意识形态的话，那就继续活在意识形态的世界而已。我是做事情的人，我只希望推动整个 society 前进。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任何未来的 movement， 欢迎 subscribe 我的 Facebook， 或许你现在已经subscribe 了，希望下次再有机会跟大家直播。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